Hello， 我是大鼠。这些年来，你跟我一样，游戏玩得越久，就越觉得英雄联盟这死人游戏怎么还在？结果每天还是准时上线，气氛队友。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或是一种集体催眠，还是一种量子纠缠，又爱又恨？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这10几年间，其实有无数个杀手试图解救我们，他们带着几亿美金的预算、更先进的画质、更创新的玩法，被媒体捧为英雄联盟杀手。当时我们都以为英雄联盟这是真的要死吗？我的意思是死了吗？按照游戏发展史，英雄联盟这种2009年的老古董早该进博物馆了。但实际上，那些试图杀死他的杀手级作品，现在坟头草都比盖伦还高了。我查阅了很多游戏，发现有些游戏别说杀死 low 了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他们不是来暗杀的，他们根本是来闪现送头的。但也有少数游戏不仅活得好好的，跟老古董一起变成了经典之作。到底是谁在送头，又是谁在苟活？我们马上来看看，到底是哪些游戏被送下去探亲的。Hero of the Universe， 我们俗称超神英雄 HON，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独立用户端的 MOBA 网游。你可以说它就是魔兽争霸3 Dota 地图的高清重制版所制作的 MOBA 竞技独立游戏。但这款游戏在2010年5月出生的时候，它做出了一件事，它的开发商 S2 Games 还活在旧时代的梦里。当年的超神英雄对着全世界玩家说，想玩吗？请付$30买断。而同一年的英雄联盟在做什么？他张开双臂，对着所有的穷学生大喊，进来吧，免费，通通免费。这道$30的门槛就像一道流水线，直接把90%的潜在玩家亲手送给隔壁的英雄联盟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玩过超神英雄，很多老玩家听都没听过，新玩家更不用提。为什么台湾人对超神英雄没印象？因为当时台湾正处于 LOL 刚引进的免费狂潮，谁会去付$30去玩一个没有中文伺服器、画面又阴暗、机制又硬核的 MOBA？ 这不是因为我不想玩，而是因为在2010年，我们还在跟妈妈砸扣的年代，这笔钱在当年台湾学生的眼里，拿去买20份大薯，不是更香吗？超神英雄在2022年6月20日停止官方营运。我们原本以为这游戏没戏唱时，没想到才没几年，居然绘图转身。这款游戏居然跟格瑞娜联手，在去年11月满血复活了。而且这次你不用花$30就能免费玩到超神英雄，这操作就有意思了。橘色前脚才刚被迫交出英雄联盟的代理权，后脚马上救起当年被 LOL 打败的对手。这不只是复活一款老游戏，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前女友的复仇。格瑞娜这次似乎打算拿着这把上古神剑，跟英雄联盟死拼到底。大家最常听到洗脑的一句话，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在2017年，这句话的病毒式传播可说是游戏界行销最强的典范。绝地求生的横空出世不只是红而已，它彻底改变了全球游戏生态。我们发现原来射击游戏不需要公平的5v5，居然有100人跳下去，99人当分母，这种少数人获胜的大逃杀还能让人上瘾。当时的情况有多么夸张？实况圈的每一个直播间都在跳伞，就连 LOL 的职业选手在排队等待时候，切冲出去也是在玩吃鸡。那时候我真的为英雄联盟捏了好几把冷汗。这游戏当年真的差点杀死 LOL， 但蓝洞用实力证明了，只要外挂够多不处理，再好玩的游戏也能被玩坏。当你在决赛圈小心翼翼的趴在草丛里，心跳180的时候，有人开着吉普车在天上飞，或者是用橡胶枪从800米外把你爆头。那一刻，恐惧变成了愤怒。玩家发现这不是大逃杀，这是神仙打架。于是正常玩家从这场幻觉醒来，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品。
那些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多神仙的游戏，这也为接下来的一连串大逃杀混战拉开了序幕。接着是要塞英雄，这款游戏在当时可说是最具现象级的怪物，但说实话，在台湾它红的时间大概比大叔冷掉时间还短。对台湾玩家来说，我们进去顶多就是把它当作有枪的创世神，敲敲墙壁，挖挖地板，体验一下随便乱盖的快感。当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对方已经盖出一栋101大楼，然后我就默默关掉游戏。但在欧美是家喻户晓的游戏，凭借着美式卡通 Q 版风格，加上盖房子加大逃杀，非常对欧美人的胃口，吸引2018年后一波中小学生年龄层的玩家。你在欧美街头随便抓个屁孩，他可能不会背99乘法表，但他一定懂跳要塞英雄的舞蹈。你说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他杀不死英雄联盟？因为跟英雄联盟的游戏性差太多，要杀死 LoL 必须夺走老玩家的忠诚。但要塞英雄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的节奏太快，快到我们没时间问候你妈。现在听起来很好笑，但大部分 LoL 老玩家去玩这类大逃杀，体验个2把就受不了了，死掉就没有第二次机会，马上退出找下一把去了，完全没有那种 LoL 的坐牢感，被队友雷了30分钟，必须打字问候他全家的舒压感。这种太过健康的游戏环境，对于我们这种泡在英雄联盟的毒虫来说，实在太内耗、太无聊了。于是我们还是乖乖回归英雄联盟的怀抱。要塞英雄在台湾水土不服，不代表英雄联盟对大逃杀免疫，但接下来这款在台湾是不容忽视的威胁。如果说要塞英雄是快乐的创世神射击版，那接下来这款是能跟 CS 比拟的硬核身法模拟器 Apex Legends。当 PUBG 因为外挂和节奏变慢而衰退，当要塞英雄因为那个太过美式、太过卡通的风格被亚洲玩家嫌弃时， Apex 吸收了那些追求极致身法和团队配合的玩家，团队走位和多种英雄技能组的特色配合。这游戏最聪明的地方就是把 FPS 做得像 LoL 一样，有被动、有小招、有大绝，还有3人小队的战术配合，玩起来确实可以说是 FPS 版的 LoL 也不为过。但事实证明 Apex 依旧杀不死英雄联盟，因为我们这群 LoL 的老玩家根本玩不动这种高强度的动态视力测验。因为 Apex 精致写实的风格，第一次玩的时候看起来很帅，但实际上玩起来很痛苦。在高速跑图的过程中，敌人跟背景几乎是完美融合的。对于习惯上帝视角、高对比度协调的 MOBA 玩家来说，很不容易看清楚大地图远处的敌人。只要敌人站在远处不动，拿着高倍数的瞄准镜或者躲在阴影里，我就好像跟李信一样，被不知道哪来的子弹当成肉靶打。更何况这游戏还要算弹道下坠，你得预判距离，预判敌人位置，还要预判对面那个过动儿会在空中做出什么体操操作，还没来得及找到人，就先吃对方一整套了。当然，除了太难 ，Apex 还有一个劝退主因——伺服器问题。玩家们都调侃 EA 用的是马铃薯伺服器，动不动就慢动作、回溯、掉风暴。说实话，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偷工减料，改天用大薯当做伺服器，我都不意外。毕竟大薯冷掉后，确实跟他们的连线品质一样难吃。Apex 虽然强，但它太硬核，劝退了休闲玩家。接下来这款游戏大家一定不陌生，它才是真正具备杀手级威胁的存在。Overwatch 斗阵特工，它不只吸走了大量 FPS 玩家，据说当时一度让韩国网咖占有率超过英雄联盟，因为斗阵把 FPS 和 MOBA 结合得非常好，也就是缝得刚刚好，有技能组、多种英雄、地图适中、死亡重生，还有一种介于写实跟 Q 版之间，类似皮克斯那种大众讨喜的美术风格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2016年的夏天，当时斗阵一出，欧美、台湾每个人都在玩吸毒梗，今天还没吸，浑身不对劲，可见影响力有多大。
而且当时斗阵是要付费买断的，要价1000多台币。这道门槛不但没有像超神英雄一样阻挡玩家，花钱买这游戏简直就是合法吸毒。那时候全世界的网咖都在看屁屁，没人想回去玩那死妈游戏。今天斗阵吸毒超上头，结果斗阵为什么最后没杀死英雄联盟？因为暴雪想跟英雄联盟一样做那该死的电竞梦。暴雪为了 OWL 联赛，为了让比赛好看公平，开始挥动那把名为平衡的双面刃。举了一个最经典的例子，蓝露珠。蓝露珠当年勾过来一枪喷死的 combo 有多爽，那是一种个人的极致暴力美学。但暴雪觉得不行，这样对手没有反制空间，不公平。于是他们把出砍费变成充电宝了，是不是觉得这操作很熟悉？没错，暴雪把暴雪188那一套恶心的平衡原封不动搬到了斗阵特工。我们不要个人英雄主义，我们要团队合作。这听起来很美好，但玩起来很灾难。这导致了什么？原本斗阵如果平衡的够好，团队自然会是222，但因为暴雪平衡的失败，玩家选手为了赢发明了 Ghost 阵容，你打不死我，我也打不死你，大家在那边互磨，比谁的护盾厚，比谁的奶大。我是说谁的奶量大。这让原本角色就不多的斗阵变得更加无聊，比赛也变得难看。你想玩输出的时候，队友会要求你选坦啦，不然会输。暴雪尝试过削弱坦克伤害，增加 DPS 伤害，但只要治疗量加坦位血量的机制不变，303就永远是最稳、胜率最高的打法。最后暴雪没招了，暴雪只好教玩家怎么玩游戏，强制锁定222，每场比赛必须是2坦2输2负。还有近年来大家耳熟能详、烧最大的 PVE 跳票。简单来说，暴雪用斗阵特工2当噱头，承诺会有超屌的 PVE 模式，有天赋数可以点，骗玩家回国后两手一摊说太难了，我们不做。这时有人会问，但为什么英雄联盟搞电竞却没把自己烧死？因为英雄联盟出新角的速度非常快，光是2013年就出了8位新角，就算到了2016年也有6位新角，直到近年慢慢减少新英雄开发，还要顾及旧英雄的重置与平衡。都有这么多英雄选择下，当我喜爱的英雄被削弱了，新英雄一出，可能机制更有趣更变态。这就是拳头和暴雪在策略上决定性的不同。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那些走火入魔的实验品。第一个实验品是 Epic Games 亲自操刀的 Paragon 典范。这款游戏当年采用自家最新的虚幻引擎打造，以当时的技术来看，它的画质简直是电影等级的顶尖，光影、材质、粒子特效，每个画面都像是在讽刺当时还在塑胶玩具画质的英雄联盟。第一次看到 Paragon 都以为，哇靠，未来的 MOBA 原来这么屌！幸好我当时没一头栽进去，因为我看一款游戏绝对是游戏性大于可看性。事实证明我是对的，这游戏只有平壤是顶级的，因为它的游戏性烂得像一坨。先不论玩家因为技能特效过度华丽对画面的判断问题，最搞笑的设计就是它的卡牌系统。在英雄联盟里，你可以根据对手出装，譬如玩卡萨丁对到塔隆或解，我可以出护手甚至重压沙漏来克制对手的进攻，这叫博弈。但典范游戏里它没有商店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一款 MOBA 居然没有商店，因为 Epic 觉得商店太无聊了，而你唯一的装备来源就是你开局前配好的卡牌。如果你在开局前没有反隐形的卡，而对手刚好选了隐身英雄，这下可好了，那你整场比赛会像个白痴一样被虐杀。这游戏也有小兵，你杀人吃兵能赚钱，但别忘了没有商店，有钱能干嘛？钱不能直接买装备，钱是用来买属性点的。你的属性点提升到卡片的条件，才能解锁卡片。听不懂对吧？没错，我也听不懂，这就是典型的为了创新而创新，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。这种走火入魔的创新设计注定了他的失败，但真正送他最后一程的是他那天资聪颖的亲弟弟要塞英雄。当 Epic 发现创世神拿枪竟然这么赚钱时，他们最终做出了决定。2018年4月 Epic 正式弃养 Paragon， 把所有开发资源全部转移给了要塞英雄。
曾经画质最顶尖的 MOBA 就这样变成了时代的眼泪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款游戏画质再好也救不了空洞的灵魂。我只能送他这句话：平淡的创意却企图以华丽的表演来掩饰，你应该感到惭愧。当年的暴雪死忠粉还沉浸在暗黑破坏神、星海争霸的佳作中，那是一个暴雪出品必属精品的真理年代。于是暴雪带着这股傲慢，暴雪开发出一款类 MOBA 类型游戏 Heroes of the Storm 暴雪鹰霸。为什么我会说它是类 MOBA？ 因为暴雪他觉得 MOBA 玩家太自私了，所以他们搞了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机制，他取消了个人装备与尾刀。你这路一挑二打爆了对面，结果你的经济要分给下路那个正在挂机吃泡面的智障。暴雪不想个人主义，强调团队合作、共享经验的毒性太高，高手无法像英雄联盟一样展现出一挑五的个人魅力，这让新手不敢表现，只能乖乖听话，让高手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慈善。说来也讽刺，暴雪的《魔兽争霸3》的地图编辑器明明孕育出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 MOBA 始祖 DOTA。但因为暴雪内部的傲慢，看不上这种地图创作者，导致人才流失，最后全部跑去投靠了 G 胖的 VAL 公司，才有了现在能跟英雄联盟唯一抗衡的 Dota 2。等到暴雪2014年终于明白，想用暴雪鹰霸来分一杯羹时，发行晚了英雄联盟4年。当时英雄联盟已经是 MOBA 游戏杀不死的完全体。很多英雄联盟玩家都曾经幻想过，如果有朝一日 LoL 变成了全 3D 第三人称视角的动作游戏，那该有多酷。这就是大家共识中最有可能是英雄联盟2的样子。但事实上这不是幻想，这是历史。其实早在2014年 Smite 神之浩劫就已经把这个梦做出来了。它是完全 3D 第三人称视角的 MOBA， 玩起来就像动作游戏，你要把它比喻成最近很红的漫威争锋也行。但神之浩劫是有小兵、防御塔、能买装，就跟英雄联盟一样，差别在视角的不同而已。那为什么它没红？只能说生不逢时。在英雄联盟2014年最红的时候开服，当时 Faker 以火影节残血反杀戮，才过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完全把神之浩劫所有的消息压得死死的。在 LoL 你点地板就能走位，你用滑鼠就能放招，但在神之浩劫里，你得 WASD 移动，你得手动瞄准普攻，还得小心背后有人偷袭。这对很多习惯俯视角的老年人来说，不只是难，而且还有可能会3D 晕。他虽然没能对英雄联盟造成太大威胁，但他活下来了，靠着那群始终的 3D MOBA 爱好者，甚至换了新的游戏引擎 Unreal 5，在2024年推出了神之浩劫2，只是这一次又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搞不好哪天推出神之浩劫3，我也不意外。接下来这款是韩国除了 LoL 以外最火红的 MOBA 游戏 Eternal Return 永恒轮回。它的玩法听起来很有创意， MOBA 加大逃杀加捡垃圾，这游戏的核心就是捡垃圾。我记得刚入坑的时候只有一个反应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的包包里这堆废铁跟树枝是要干嘛？拉面能吃吗？当我还在看说明书，研读每个字每句话的意思，对面那个西巴拉妈的韩国仔已经拿着一把植物把我剁烂，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玩这游戏就是来被虐的，游戏要背超复杂装备合成表，还得适应每位角色技能，学习成本极高，而且玩法是大逃杀，还不是正统 MOBA。大部分新玩家都还在找哪个区域有电池，哪个区域有钢琴线。如果你背不起来，那你这场游戏就只是个材料外送员。就算你真的背好了公式，搞懂了所有角色技能组，还有一个问题等着你。永恒轮回因为是韩国公司开发，韩国围绕着电竞文化，推广给韩国玩家非常简单，但游戏的主要伺服器位于韩国，对于东南亚、台湾、香港等地的玩家来说，顶着100毫秒的延迟跟西巴老马韩国仔干架，当需要精准操作就是个巨大劣势。但不论如何，这游戏在 Steam 上至今还能维持 1.6 到2万的在线人数，在俯视角大逃杀这个十分偏远的类型里，它算是一个活下来的特例。只能说韩国玩家对于被虐和被输的忍受度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。刚说完俯视角大逃杀的特例，我们就不能不提这款最新作品，它是 Riot 前副总裁 Joe Tang 亲手打造的
Supervise。时间回到2020年，以当时的背景，英雄联盟刚过10周年，首次对外公布奥数的大制作，手游《激斗峡谷》准备上线 ，Rare 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巅峰。但九趟选择离开，创立了 Zilliqraft Games。为何他选择离开？因为对他来说，英雄联盟作为一款全球的电竞游戏已经定型了。核心玩法不可能再有翻天覆地的创新，他作为管理职离开发游戏太远，而是开会处理人事，向腾讯爸爸汇报。他在那里是在续命，而不是在创造。对于一个有野心的开发者来说，在那里养老是可以领很多钱，但没有成就感。于是他带着野心，耗时4年要做出下一个让玩家愿意投入1万小时的游戏。他相信2020年代的玩家需要一种更有深度、更现代化、更具备高强度博弈的游戏。结果呢 ，Supervise 别说想要杀死英雄联盟了，他连生存下来都办不到了。就在稍早12月17日，官方正式宣布 Supervise 即将于2026年2月26日停止营运。Supervise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他们犯了一个跟暴雪一样的错误。他想教玩家玩游戏。当初设计 Supervise 时，他们觉得 MOBA 和吃鸡都有一个缺点，前期发育太无聊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收集或农了20分钟的装备，结果被队友开搞，送我一起下去探亲，这谁受得了？所以他们大胆地将游戏节奏调整得非常夸张，一跳伞就开干打架，跳过了前期发育，没毛病。结果呢？像我这种老人和手残玩家，落地10秒被一队的高手虐杀，我连这游戏都还没看懂，很难有反击和再尝试一遍的机会。那我玩个鸟啊，还不如直接去玩魔兽信长，不是更爽吗？只要信长我死了还能复活，多干几块队友的烤肉，还能买抗魔鬼在塔下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原来英雄联盟的回城买装备、走路发呆的时间是用来让大脑喘口气的。但 Supervise 强迫你全程保持200%的专注度，包含找人打架跑圈，而且不少眼尖的玩家看出来了，这其实跟战争仪式 Battle Right 是一模一样的死法，只是这次团队变大了，行销更广了，但就结局来看是一样的。LoL 资深玩家会觉得这没有运营深度，不如回去打 LoL。最后 Rare 前副总裁用4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：英雄联盟之所以能活那么久，正是因为看似确定的游戏性，反而给玩家失败重来与发呆休息的权利。看完那些倒在路边的尸体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那些试图模仿 LoL 的复制品，或者玩法太过标新立异的缝合怪，基本都死透了。但在这尸横遍野的战场中，只有那款游戏常年保持70万在线人数，长达10年的宿敌 Dota 2。由 Valve 与 Dota 原作者 Asphalt 冰蛙联手打造，它拥有更深度的机制，地形高低差、姓氏、复杂的主动道具，全部英雄免费。为什么 Dota 2这么强？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好英雄联盟的玩家。当 Valve 开发 Dota 2时，为了维持原汁原味的竞技体验，延续了 Dota 1原本的设定，他们保留了最硬核的2大门槛：反补以及转身速率。当 LoL 还在 Alpha 测试阶段，其实也考虑过引入反补机制，但为了让大家玩得爽 ，Rare 把它砍了；为了让操作手感丝滑 ，Rare 也把转身速率也移除了。这导致了2款游戏最根本的手感差异。LoL 是溜冰 ，Dota 2是开坦克。Dota 2就像一群玩惯 Dota 机制的魂系玩家，他把门槛筑得高高的，对着 LoL 玩家说：“想玩简单的，滚回你的召唤峡谷去。”想玩有脑子的，欢迎。这造就了一种游戏界罕见的恐怖平衡。LoL 玩家觉得 Dota 2手感像便秘，转身慢，地图暗，机制复杂到靠背。Dota 2玩家觉得 LoL 是小朋友级打交，没有反补，没有高低视野差，还有一堆无脑的位移怪。这2群人就像是2种不同的宗教，特别是在台港澳。为什么我们大多选 LoL？ 因为我们手感习惯是节击快，节奏爽。而欧美玩家习惯了 Dota 的策略深度，所以他们去了 Dota 2。因为互相看不起，所以互不干扰。Dota 2杀不死 LoL， 因为 LoL 玩家受不了那种硬核。LoL 也没有办法杀死 Dota 2，因为那些死忠信徒根本看不起 LoL 的简化，
就像 LoL 玩家会唾弃传说对决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唯一健康活着的对手。当然，英雄联盟在亚洲能赢得这么彻底，除了游戏本身非常适合台港澳上手，还有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，那就是 S2 台北暗杀星 TPA 夺冠。当全台湾的玩家看着长毛主播落泪，那一刻 TPA 不只拿了冠军，更直接炸开了台港澳与中国市场的大门，英雄联盟的霸业就已经没有人能撼动了。接着我们要聊聊一个让所有 PC 玩家心痛的现实，鄙视链的轮回。当年 Dota 玩家嫌弃 LoL 太简单太无脑没有反哺，所以我们选择了更简单更爽的 LoL。 现在报应来了，当我们嫌弃 MOBA 手游太简单只有3个招式随便按都能杀人时，现在年轻人选择了更简单更爽的传说对决。老实说，传说对决在机制上并不能杀死英雄联盟，但为什么我还要提它？因为它杀死的不是游戏，而是时间。LoL 的最大敌人不是 Dota 2，也不是其他游戏，而是便利性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电脑是用来做报告的，手机才是用来生活的，用来交际的。你有手机，我有手机，随时都能来一场。LoL 一场30分钟，逆风的时候像在坐牢，你要坐在椅子上整整半小时不能动，甚至整场忍受队友问候你全家。传说一场10分钟，你大便还没拉完，珠宝就爆了。这种随时随地都能来一把的方便性，是对 PC 游戏的降维打击。特别是在台湾 ，Garena 当年为了赚钱，疯狂推广传说对决，在居校的加持下，它成了台湾 MOBA 的手游的绝对霸主。每当我看到传说对决，就会想，如果 Riot 早个5年做出激斗峡谷，或许现在年轻人的手机里装的会是 LoL 手游版，而不是传说对决。或许英雄联盟能够活得更广为人知。时间回到2015年，腾讯爸爸就多次告诉 Riot 要做手游版，要做手游版。但当时 Riot 团队非常傲慢，他们坚持 PC 版的体验才是王道，认为手机的硬体性能和操作模式无法完美还原 LoL 的竞技深度。简单来说，他们看不起手机。结果呢？2016年《王者荣耀》在中国爆红，随后腾讯又推出了海外版《传说对决》，直到2018年，随着英雄联盟 PC 版营收开始下滑 ，Riot 才终于醒悟并开始妥协。但历史无法重来 ，Riot 醒得太晚。等到2020年，当激斗峡谷上线时，市场早就被瓜分干净了。年轻人的习惯已经养成了，他们懒得重新学习激斗峡谷的英雄技能。这导致了一个让所有 LoL 玩家崩溃的现象。有一次，我在网上意见看见2位网友争论，谁才是传说对决的始祖。其中一位年轻网友说，传说对决的爸爸是王者荣耀，英雄联盟不就是个抄袭传说对决的 PC 游戏吗？这句话不止深深打击了我，这是对全亚洲所有英雄联盟玩家的 emotional damage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们先来的变成了后到的，原创变成了抄袭，这就是 LoL 目前最大的隐忧。没有新玩家，我们这群老玩家就像是濒危物种，守着召唤峡谷，守着 ARM 大混战，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低着头，在手机里上操作我们看不起的 Easy Game。现在最强的外部竞争敌人讲完了，抢走年轻人的新生代敌人也讲完了，是时候揭开最后一个最隐秘也最讽刺的敌人，一个来自内部的敌人——联盟战旗。为何我要特别提它？因为联盟战旗与英雄联盟有极高的相似度，他们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模型，完全一样的装备图示，完全一样的英雄名称。这让 LoL 老玩家大大降低学习成本，你不需要重新熟悉英雄，你看到盖伦就知道他会转，你看到艾希就知道他会射。这种无痛转移就是他最可怕的武器，而且它解决了 LoL 最大的痛苦根源，是老人操作和雷雷猪队友。你不用跟队友互喷，只能怪自己非洲人品。在2026年，对于部分老玩家来说， LoL 客户端已经变成了一个战旗启动器，战旗是 LoL 的养老院，也是续命单，完美实现跨平台的便利性，强行维持着这个 IP 的热度。
最后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：谁杀死了英雄联盟？答案是没有人杀死他，但也许他已经死了。LoL 能保持 MOBA 类的霸主，很大原因是全球电竞发展太好了，加上 Faker 成了电竞界的 Michael Jordan， 这创造了一个奇迹。其实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打开游戏了，但只要世界赛一开打，我们还是会准时收看 Faker 的英姿。这造就了庞大的云玩家与饭圈文化。比赛热度还在，但游戏里的玩家却在流失。为什么流失？比赛不是让 LoL 更红吗？因为玩家渐渐变老，反应慢了，而英雄联盟却一改再改，改装备、改地图、改机制，学习成本跌到比爬101大楼还高。对于我们这些老玩家来说，我不如看别人玩，看 Faker 秀操作。Riot 很清楚这一点，强迫老玩家留在高压的召唤峡谷，只会加速他们的逃离。所以拳头决定帮玩家进行一场强制分类，想打架不想营运的去玩 ARM 大混战竞技场，想动脑不想动手的去玩联盟战旗，喜欢射击的去玩瓦罗兰，喜欢格斗的去玩2XKO， 想要养老的等那个或许比 GTA 6制作时间还长的 LoL MMORPG。Riot 根本上区分了休闲与电竞玩家。以前所有人都在召唤峡谷里互相厮杀，现在召唤峡谷只留给那些还想证明自己的硬核玩家以及泰达工作室。所以不用再找凶手了，杀死召唤峡谷的不是 Dota 2， 不是传说对决，也不是斗阵特工，杀死召唤峡谷的不是别人，是他身体里长出来的另一个自己，只是为了让英雄联盟这个 IP能够永续活下去。对了，在结束之前，有2个更有趣的技术话题想跟你们预告一下。就在前几个星期 ，Riot 官方表示不会有英雄联盟2，也不会更换新的游戏引擎。他们决定采用渐进式的方法来修补那堆积了17年的史山代码，也不愿意打掉重练。你以为只是因为懒或者是省钱吗？真正杀死英雄联盟可能性的，其实还有另一个共犯。这背后其实牵涉到了一个更底层的技术黑洞。这个系统曾是职业赛场上的救世主，它现在变成了让英雄联盟无法马上进化的束缚。为什么一套程式码会绑架整个游戏的未来？另一个消息，马斯克在 X 上表示将使用 AI 挑战 T1 战队，而且还会好心的帮 AI 加上限制器。为什么要加限制器？这是否意味着在纯粹的算力面前 AI 一定打得过 Faker？ 以及这跟当年的 Alpha Star 在底层逻辑上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？如果你们对这2个主题有兴趣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再找时间专门做一期影片。调查完这些沉重的历史，也是时候放松一下了。最近我们设计了一些关于旅游的文创小物，既然英雄联盟还没死透，大家不如先带着这些行李书袋出国散散心。欢迎大家扫描布告栏上的 QR code 来卖场逛逛，支持一下英雄俱乐部的研究经费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不小心帮你增加了一些奇怪的知识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对我很重要。我是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